第9届东盟防长扩大会23号将在柬埔寨举行，中美两国防长都会出席。会前，中美双方都释放出举行会谈的可能性。中国国防部称，有关部门正就此保持沟通协调。美方称，希望对华军事外交下沉到作战层面。有观察认为，中美元首在巴厘岛的会晤产生了引领作用，中美防长举行会谈符合各方预期。但鉴于美方近期在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小动作不断，美军方若要与中方共同管理两军关系，就应该拿出真心实意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于20号至24号应邀出席第9届东盟防长扩大会，并访问柬埔寨。20号，柬埔寨首相洪森在金边会见魏凤和，魏凤和还与柬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班举行会谈，并会见柬王家军副总司令兼陆军司令洪马奈。出访前，魏凤和还在西安分别会见了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普拉博沃，并与蒙古国国防部长塞罕巴亚尔视频会谈。在这些会谈中，防务合作、亚太地区安全、南海问题成为重点议题。此外，魏凤和还将在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会见有关国家代表团团长，增进互信。军事外交是中国这个整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也是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要加强和这个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的这种军事交流与合作。中美两国防长都会出席第9届东盟防长扩大会，双方也已释出双边会谈的可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20号就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中美防长会谈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与美方进行交流持积极开放态度，双方有关部门正就此保持沟通协调。美国防长奥斯汀也将参加第9届东盟防长扩大会。他此前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对拥有强大军事能力的大国来说，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奥斯汀还希望中方开放沟通渠道，不仅在防长层级，也包括战区层级。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与他的中国同行也能沟通。目前，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处于取消状态。今年8月5号，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外交部宣布了3项取消、5项暂停，共8项反制措施。其中，取消的内容均聚焦军事层面，分别为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应该说中美两军的这个交流机制呢，它是比较丰富的，也是多层次的。除了这个防长层面，包括两国的这个军事参谋部门，包括这个军种，包括在这个不同的军种，比如说这个海军啊、空军都有一些这个机制。我们看到就是说，美方目前这个表态是反映他想恢复以往和中美这样一个军事交流的一个机制，但是我们中方还是要看这个条件和时机成不成熟，因为从以往的历史来看，中美两军交流，它这种稳定性是比较差的，那么和美方的这种军事上的霸权主义是有很大的关系。10月14号下午，中美元首在印尼巴厘岛举行面对面会晤。此后的通稿中涉及恢复中美之间一些合作与交流，但并未提及中美两军交流的内容。在中美元首会晤后，双方财经、贸易、气候变化等部门目前已切实跟进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16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 G20 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了美国财长耶伦，就相关经济金融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建设性的交流。18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泰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应约会见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双方对共同关心的中美经贸问题和多边区域经贸问题进行坦诚、专业、建设性的交流。当地时间19号下午，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在埃及沙姆沙伊赫表示，中美两国的气候问题特使举行了正式磋商。中美两国防长都出席第9届东盟防长扩大会，为双方进行面对面讨论提供了可能性。路透社的报道认为，这是本月早些时候中美元首会晤后两军关系解冻的一个迹象。此次双方如果举行会谈，将是本年度内中美防长的第2次面对面会谈。6月10号，中美防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举行了今年的首次面对面会谈。魏凤和当时正告奥斯汀，搞以台制华是不可能得逞的。有观察认为，虽然中美防长的会谈动作符合各方预期，但是对会谈成果仍需要保持谨慎态度。因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很多积极的政治意愿或共识无法在美军方工作层面得到落实，但中方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继续阐述中方立场，有助于美方在相关行动中形成一定的底线意识。
中美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在全球和地区安全中的作用都非常重要，所以加强这种对话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也是有助于这种全球和地区的稳定以及这个和平发展。实际上，美国对华军事围堵动作仍在继续。有外媒透露，美国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德福号本月5号通过台湾海峡。不过，美方并未对外公布，直到2周后的19号，才由不具名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发言人低调对外透露。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称，美舰穿越台湾海峡，以日本横须贺港为基地的美国第7舰队通常会立即宣布，但这次没有宣布，显示拜登政府试图在台湾问题上取得平衡，避免另起摩擦。在南海问题上，美国的搅局动作不断。近日，菲律宾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将依据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在菲律宾境内修建5座军事基地，以应对当前的安全挑战。该项目预计于明年开始实施。美国副总统哈里斯21号在马尼拉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进行会晤，双方还就民用核能协议进行协商，并称其目的在于部署先进反应堆技术，协助满足菲律宾的电力需求。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无论与菲律宾达成任何协议，都将为美国出口核设备和核材料提供法律依据。此外，哈里斯还将访问菲律宾毗邻南沙群岛的巴拉望岛。外界认为，哈里斯访问巴拉望岛有蓄意加剧南海紧张局势之意。菲律宾实际上在过去一段时间和中国反核关系，包括南海战争，实际上是有利于菲律宾的这样一个总体的一个利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菲律宾它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利益考虑。当然，我们也要警惕，就是美国去炒作南海争端，去强化这个美菲关系，那么可能会跟我们在南海地区的稳定，包括中国和这个东南亚国家的这种安全关系带来一些挑战。对于哈里斯此访，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1号作出回应：我们不反对美方同地区国家开展交往，但有关交往应该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不应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中美防长会否举行双边会晤被外媒广泛关注。那您对此如何前瞻？好的，主持人，那我注意到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昨天就此回应记者提问，他呢强调中方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双方正就此保持沟通协调的这个表态，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普遍关注。路透社周日发自北京的电稿，标题是“中方对与美防长会晤持开放态度”。我个人预判，两位防长在金边参会期间呢进行双边会晤是大概率的事件。军事对话是中美高层交流对话的延续，是因应中美元首会晤之后两国交流互动的新态势。那么这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当然了，如果中美防长在金边见面，那么这将是两人自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实现双边会见之后再度面对面，这对稳定两军关系当然是有正面的意义。1周前，中美元首在巴厘岛进行自拜登入主白宫以来的首次线下会晤，双方深入交流长达3个多小时，在事关中美关系走向的重大议程上达成多项共识。美国总统向中方确认5不4无意，强调不打新冷战，无意对华战略围堵等等。那么美方就管控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防止中美竞争升级为冲突，明确表示了意愿。中美元首一致同意保持沟通，由政策团队在执行层面落实推进元首的共识。巴厘岛习拜会至今刚刚1周，那么中美高官这1周可以说是互动频密，尤其呢是在财经以及气候变化领域。国务卿布林肯也表态喊话说，将会在明年初对华访问。但是呢，我也注意到，在美方最期待的中美防务对话机制重启上，无论新华社有关元首会晤的通稿，以及王毅之后的通报都没有提及。那么这样一个议程，实际上是美方的重要期待。此前，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曾就此公开对外喊话。我上周在节目中曾经分析，因为佩洛西窜台而取消的中美防务交流对话机制能不能重启，这取决于美方的抉择与后续的行动。如果中美防长这次在金边对话，中美重启对话的势头在防务领域延续，那么被取消的防务交流机制当然有很大的一个重启想象的空间。美国副总统哈里斯20号开启访菲行程，有美媒提前炒作称，周一在与非总统会晤中将谈及涉台议题。那您对此怎么看？
哈里斯他是作为拜登全权代表，参加完 APEC 系列会议之后，由曼谷转飞马尼拉，开启访问菲律宾的行程的。那么就哈里斯这次访问菲律宾，美方有人在频频放风造势，西方舆论呢也在跟进炒作。路透社昨天发自华盛顿的电稿说，副总统哈里斯访菲意在重启美菲关系。为什么要重启呢？当然是美方对坚持自主外交、特立独行的菲律宾前任总统杜特尔特很不满意。事实上呢，也是借此要向年初上任的马克思总统在隔空喊话。至于今天 CNN 的即时报道标题啊，那就更加直白露骨了。Kamala Harris visit to the Philippines sends China a message of U.S. intent。哈里斯访菲就美方的意图向中方在释放明确信息。那么哈里斯访问菲律宾为什么要硬扯第三国？美方又是什么样的意图呢？简言之，就是要全面强化美菲关系，要全面强化美菲军事同盟。菲律宾是美国在亚太范围内的5个军事盟国之一。美联社昨天发自马尼拉的电稿就宣称说，美方将会寻求在菲律宾扩大军事存在。美媒就预告说，哈里斯在与菲律宾总统会晤时，将会就美菲 EDCA， 也就是所谓的增进防卫合作协议来再升级，进行深入的探讨。菲律宾宪法严禁外军在菲律宾常驻，那么美军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是以所谓轮防的名目出现的。那么目前涉及到菲律宾的5处军事基地设施。这一次哈里斯访问菲律宾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要将美军在菲律宾的所谓轮防据点扩增1倍到10个。那么至于所谓涉台议题的炒作，它的指向性就更加明确了，甚至美媒已经在拿所谓前沿接见性在说事儿，强调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距中国台湾岛最接近，那么一旦有任何军事异动，美军可以做所谓的及时响应。在我看来，这就是美方在试图强打台湾牌，将菲律宾绑上美国战车，为美军在菲律宾扩大军事存在找幌子披马甲。当然了，菲律宾是不是美方想绑就能彻底绑定的，我们是要做跟踪观察。在中美关系不可逾越的第一道红线问题上造次，这其中的利害与利益冲突，相信菲律宾不会不明察。要知道，新加坡防长黄永红都特别向美国告诫，台湾议题是中美关系红线中的红线。那么对此要害，新加坡能看清，菲律宾也一定能看得很清楚。哈里斯访问菲律宾的一个行程安排是到访巴拉望岛。那今天也有外媒记者就这一行程向外交部发言人提问，您对此怎么看呢？那么不排除哈里斯此访巴拉望岛期间要再打所谓的南海牌，甚至不排除要再拿早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所谓南海仲裁来说事儿。而且呢，我们看到美媒已经在就此在鼓噪预告了。美联社20号发自马尼拉的电稿标题就刻意将巴拉望岛称作是所谓的 Frontline Philippine Island in Sea Void， 所谓海上争端中的菲律宾前沿岛屿。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记者相关提问时，做了一番原则性的表述，强调不反对美方同地区国家开展交往，但是呢，有关交往应该有利地区的和平稳定，不应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那么，如果哈里斯在所谓敏感行程中确实有攻击性的言论，相信中方也会提升回应的力度。美方访问菲律宾打所谓台湾牌、南海牌，它的主要意图当然是要将访问国摆布作为自身的战略棋子，鼓噪强化美国的军事存在。但是呢，如果被美媒炒作的这些个行动与议程果真落地的话，这无疑构成了美方对中国的显著反言。我们也知道，美国总统上周在全球瞩目的习拜会中，将他此前做出的对华4不以物易的承诺延伸扩展为5不4无易。拜登明确宣称不支持台独，也不支持2个中国、一中一台。美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无意搞围堵。上周6在曼谷，中国元首应约同美国副总统简短交谈，哈里斯本人亲口表示，2国元首刚刚举行了成功会晤，美方不寻求同中方对抗或者是冲突，希望保持沟通渠道的通畅。那么关键追问来了，如果哈里斯在访问菲律宾的行程中刻意选择打台湾牌、打南海牌，这显然失信于对另一个全球大国的承诺，
是信于对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承诺。如果对一个大国刚刚做出的正式表态都可以轻易反言的，那么这位副总统他又如何取信于区内其他国家呢？中美沟通渠道又如何能保持通畅呢？好，谢谢广尧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在经历加时赛后，终于在当地时间20号落下帷幕。大会达成全面气候协议，批准设立损失和损害基金。而在气变大会闭幕前夕，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证实，中美两国元首将落实元首共识，恢复气变合作。双方官员在大会期间进行了正式磋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原定于当地时间18号闭幕，不过相关谈判因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陷入僵局。为了最终能够达成一份协议，大会不得不延期结束。而就在各方谈判进入冲刺阶段的关键时刻，中国代表团于19号举行专场记者发布会，宣布多个重磅消息。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是，中方证实中美两国将恢复气候谈判。中美两国领导人在 G20 峰会上会晤之后，根据两国领导人的要求，要求中美两国的气候问题特使呢，在沙姆沙伊赫要正式的磋商如何来合作，推动 COP27 成功。我对中美正式磋商的情况是这么样评价的，是非常坦诚、友好、积极、正面，还是很有建设性。谢振华透露，此次会议期间，他与克里一直在晚上进行磋商，延续了两人保持了20多年的工作关系。此外，由于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克里19号起在酒店房间远程参与磋商。谢振华形容双方的会谈很有建设性。中美气候特使也商定，在本次气变大会结束后，双方将继续开展正式的磋商，包括面对面的磋商。双方在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共识以后，马上就开始落实行动，双方的这个动作都很快，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建设性的体现吧。此外呢，双方在磋商完之后，给外界传递出来的消息也都是很乐观、很积极的，这大概也是个建设性的一个表现。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9号的报道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埃及举行期间，中美重启两国间的正式对话，从外交层面为代表们口中充满分歧的谈判注入动能。因为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合作是应对全球变暖的关键。中美气候谈判代表在2015年帮助达成了巴黎协定。去年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中美发表了气候行动联合宣言，不仅为本世纪关键10年两国强化气候合作制定了行动指南，也为陷入困境的国际谈判重启奠定了基础。美国政治学者德波拉·塞利格森直言，尽管当前美中两国在贸易和安全方面的分歧仍对双方合作构成挑战，但两国领导人都表明希望稳定关系。考虑到双方的共同利益和目标，在气候方面的合作是一个明显的切入点。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排放量都是很大的。中美两国如果不合作，那么全球的气候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而我们知道，这个气候转暖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短时期能够化解的。所以我想呢，中美在这个方面的合作，也不是短期的，是长远的。所以我认为，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合作的面儿会越来越宽，所产生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美两国已同意就气候变化问题恢复正式磋商，但在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帮助受全球变暖冲击最严重的国家问题上，两国还存在分歧。美方一再表示，中国是发展中排放大国，应该提供资金。对此，谢振华在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同意在正式谈判议程中纳入如何处理发展中国家因气候变化蒙受的损失和伤害议题，而 COP27 首次将损失与损害资金安排问题纳入会议议程，回应了发展中国家的关切。谢振华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但他同时强调，提供资金的责任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做出贡献。在巴黎协定当中已经有明确的规定，资金问题
我想，无论是这个气候基金，还是适应的资金，甚至是损失损害，如果建立基金的话，那这都是应该发达国家呢负有这个出资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发展中国家呢是个自愿出资的问题。在哪些国家应获得支持的问题上，谢振华说，由于资金规模有限，应该首先考虑气候变化面前最脆弱、最有需要的国家。实际上，中国近年来已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支持。中国通过南南合作和绿色“一带一路”，实际上呢，已经在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呢，这个在开展合作，提供了这个一些支持。比如说，我们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国家，这个帮助建立早期预警的系统，建立低碳转型的示范区。另外呢，也培训了100多个国家，将近2000名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官员和技术人员，帮助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外界注意到，气候赔偿问题是本届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谈判难点。也正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明显，大会才难以在原定闭幕日收场。在延期36个小时，经过多轮激烈争辩后，参会的近200个国家的代表终于在20号清晨就东道主埃及起草的一份协议达成共识，各方同意设立损失和损害基金。此外，大会通过最终的声明还重申巴黎协定的温度目标，并呼吁各方加快逐步减少有增无减的煤电，逐步取消低效的化石燃料补贴。中国出席气候变化大会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大会通过的决议中，1号决议是大会的政治成果文件，重申坚持多边主义，强调气候危机紧迫性，体现了各方团结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意愿和行动安排。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此次会议时值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达成30周年之际，聚焦巴黎协定的务实履行，达成了相对平衡的一揽子成果，释放了坚持多边主义、合力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积极信号。毛宁强调，中方高度重视此次会议，全力支持埃及成功办会。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与会，中方代表团全面深入参与近100项议题的磋商，与公约秘书处、主席国埃及以及各方密切协调，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会议取得一揽子积极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未来，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本届气变大会达成的全面气候协议，就损失与损害资金做出了框架安排，被舆论称作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性胜利，意味着发达国家需要为气候变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埋单。但该协议尚未就基金如何运作、哪些国家应该出资等关键问题作出规定。《纽约时报》报道称，协议要求成立一个由24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过渡委员会，在未来1年里研究该基金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哪些国家和金融机构应该出资，以及资金应该流向哪里。很多关键问题都留给了未来的谈判。此外，发达国家的信誉问题也成为基金能否落实的未知因素。他们同意帮助较贫穷国家的背后，实际上暗藏不少心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的话披露，该基金将重点关注如何支持损失和损害，但不包括责任或赔偿条款。报道称，长期以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一直试图避免此类规定，因为这可能使他们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法律责任和诉讼。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此前公开表示，损失和损害与气候赔偿不是一回事。《华尔街日报》坦言，尽管美国一直以来都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预计将带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但任何资金都必须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这努力很可能遭到刚刚控制了众议院的共和党反对。而事实上，发达国家早在10年前就承诺，在2020年之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资金，以应对气候变化，也迟迟没有兑现。发达国家仍然未能兑现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承诺，全球适应资金翻倍的路线图仍不明朗，不利于构建南北互信，全球气候治理任重道远。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共和国国家主席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贝穆德斯将于11月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迪亚斯·卡内尔是中共20大之后第5位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也是首位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元首。在21号下午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进一步介绍了此访的情况。古巴是西半球首个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中国和古巴是彼此信赖、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毛宁指出，建交62年，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古双方在建设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携手并进，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密切配合，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合作、发展中国家真诚互助的典范。迪亚斯·卡内尔主席将是中方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接待的首位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元首。相信此访将为中古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推动两国传统友谊和友好合作不断取得新发展。中共20大胜利召开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踏上新征程。10月30号至11月4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先后会见了越南、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和德国等4国领导人。在这轮密集访问中，多地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领导人创造了多个首次。其中，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出国访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就任以来首次访华；坦桑尼亚总统哈桑是中共20大后首位访华的非洲国家元首；德国总理舒尔茨则是疫情发生以来首位访华的欧洲主要大国领导人。紧接着，11月14号至19号，习近平主席启动举世瞩目的东南亚之行。6天5夜里，习近平密集出席30多场活动，既运筹多边外交，又引领双边关系，彰显中国理性、自信、负责任的大国担当。而随着古巴领导人本周访华，也预示着中国新一轮主场外交即将开启。作为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古巴，最高领导人迪亚斯·卡内尔此行也备受国际关注。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中古关系的发展呀，两国关系已经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协作的一个典范，充分表明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探讨这个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个方向、发展的模式，特别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上这样一个强烈的这个意愿。我想，两国高层呢会借助这次高访啊，进一步深化对两党两国管党治国经验的一个进一步的这个深化。迪亚斯·卡内尔于2013年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2018年，他接替劳尔·卡斯特罗成为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2019年当选国家主席。2021年4月19号，在古巴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古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接替89岁的劳尔·卡斯特罗成为古共最高领导人。2014年7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哈瓦那何塞马蒂国际机场，开始对古巴进行国事访问。时任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迪亚斯·卡内尔到机场热情迎接。长期以来啊，中国和古巴的两党两国的高层呢，都是以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这3好来定义中古之间的这个特殊关系。那么这次访华呢，也是体现了古共新一届的这个领导集体，在新时期之下深化与中国党高层的这样一个政治互信的一个强烈的这个意愿。访华之前，迪亚斯·卡内尔从16号起分别对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和土耳其3国进行访问。当地时间19号晚，迪亚斯·卡内尔抵达莫斯科，这是古巴领导人在2019年以来首次访俄。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迪亚斯·卡内尔将与俄总统普京主要讨论进一步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问题。报道称，在俄罗斯受到西方国家制裁的背景下，这一访问具有象征意义。有分析指出，迪亚斯·卡内尔访问俄罗斯有多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基础能源需求，由于美国制裁和全球能源格局在塑造，古巴正处于能源危机之中。古巴在这个关口与俄罗斯加强联系，有助于俄能源最大限度向古巴输送，并加强两国经济上的联系及社会层面的沟通。另外，俄古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可巩固双方战略的协调与合作，有助于两国应对美西方的制裁和围堵。
借助俄罗斯的这个大国地位，双方有望呢在国际多边场合相互解压，在双方共同关心的涉及本国切实发展利益的问题之上，两国这样一种战略的协作，可以说是两国在国际战略、在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变局的大背景之下，双方的一种战略需求的一个相互的一个满足。自1962年以来，美国一直对古巴实行单方面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给古巴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和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也引发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本月3号，第77届联合国大会以185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要求美国终止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联合国大会连续第30次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类似决议。期间，美国和以色列投了反对票，乌克兰和巴西弃权。事实上，从1992年开始，联大每年都会就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进行表决。相关决议一直获得国际社会压倒性的支持。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联合国大会的投票在国际外交方面具有政治影响力，但只有美国国会才能解除这经济、商业和金融禁运。俄乌冲突已持续270天，近日传出了美西方促俄乌和谈的消息。刚参加完 G20 峰会的英国新首相苏纳克突然造访乌首都基辅，再给出5000万英镑的援助。但外界关注到他在讲话中给出了这场冲突结束的时间点——明年夏天。不过，乌克兰方面却对和谈表现的态度强硬。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直指，西方不想和俄罗斯的关系完全破裂，因此敦促俄乌双方恢复谈判。只不过，泽连斯基并不希望如此。英国首相苏纳克19号在无预告下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乌克兰之行。苏纳克宣布对乌提供一笔价值5000万英镑的新援助，包括125门高射炮和对付攻击型无人机的技术。自俄乌冲突今年2月爆发以来，英国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约38亿英镑，约合321.5亿元人民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在对乌援助的各国中仅次于美国。俄媒批评称，苏纳克访乌是为了摆脱其国内问题面临的困境。俄罗斯联邦新闻通讯社20号援引俄政治学家科尔尼洛夫的话称，苏纳克上台后无法应对英国国内的社会经济问题，他需要通过访问基辅来获得政治红利。而对于欧洲领导人来说，想要提高个人收视率，访问基辅是路途最近的选择。而外界关注的重点却是苏纳克在乌克兰的一段讲话，大意为让我们希望到明年夏天可以结束这场野蛮战争，确保公正的和平。有报道透露，英美等北约成员国正在努力争取在明年夏天了结这场战争。近期，有关美西方国家要求俄乌和谈的声音频起，就连美国也开始施压乌克兰敞开谈判大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莱近日就表示，从军事上把俄罗斯赶出乌克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乌克兰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今年冬天为乌克兰提供了一个好的谈判机会，乌克兰政府应该抓住机会同普京谈判，以便可以争取更多的谈判利益。但米莱的这番好言却彻底惹恼乌克兰，乌军方直接放出狠话称，我们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谈判，除非俄方自愿放弃掉所有被他们占领的土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日前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在乌克兰方面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后，西方国家敦促俄乌和谈的企图非常奇怪，这意味着要求正在收复失地的国家向输家投降。此外，波多利亚克还表示，俄罗斯所谓的和谈信号只是在拖延时间，从而为俄方训练士兵、筹集军备、加固阵地等争取时间，因此与俄和谈毫无道理。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9号直指西方不想与俄罗斯的关系完全破裂，因此敦促俄乌双方恢复谈判，但泽连斯基并不希望西方如此做。事实上，乌方对谈判的立场始终在变化之中。在俄罗斯主动撤出赫尔松市后，他们认为是冲突的一个重大转折，并提出了谈判条件。从泽连斯基最初的保持中立地位，到普京下台、撤军、赔款的谈判立场，不难看出，乌方在得到北约持续不断的支持情况下，对冲突前景愈加乐观。近日，以视频方式出席 G20 峰会的泽连斯基提出了和谈的10项条件。这10项条件与本月7号提出的5项条件相比，态度显得更为强硬。而在泽连斯基开出10大条件后，乌克兰受到最强空袭。当天，乌全境受到85次导弹攻击，目标大多为能源基础设施。俄方认为，泽
泽连斯基提出的谈判条件恰恰表明了乌克兰没有真正进行谈判的意愿。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方面一直以来都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恰恰是乌克兰在以各种方式拒绝谈判，并提出不现实的条件。观察人士指出，当前俄乌冲突仍处在僵持阶段，双方围绕谈判的立场分歧难以弥合。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采科夫认为，考虑到乌克兰目前的立场，即便举行谈判，取得成果的可能性也不大。